这应该是史上最贵的小品，被要求赔偿上1元。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郭冬临。2017年，郭冬临参加北京春晚，他给观众带来的作品是《取钱》，讲的是好人郭子阻止老年人被骗的故事。虽然在立意跟表演水平上都得到观众的认可，但是却因为一句配音让郭冬临葬送了小品生涯。节目中，骗子给老太太打电话，让她给自己汇钱，但是骗子的一句话却引发了轩然大波，就是这句河南方言，为郭冬临带来了无妄之灾。一位河南籍的西安律师直接将郭冬临告上法庭，要求道歉的同时，还要给每个河南人赔偿1元精神损失费。众所周知，河南是人口大省，1人1块那就是1个亿，这可吓坏了郭冬临。对于这件事，很多人看法不一。最后小品的编剧魏新站了出来，他说配音是自己配的，用的是山东方言，并不是河南话，自己的老家曹县跟河南搭界，所以口音非常相似。而很多河南的朋友也为郭冬临说话，他们表示，如果不是律师突然站出来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这么闹，反而将河南又一次推上风口浪尖，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虽然郭冬临没有赔偿1个亿，但是他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影响，此后很少出现在春晚的舞台。也是从这一刻开始，在春晚22年的钉子户郭子退出了春晚舞台。当然，郭冬临也没有就此沉沦，而是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。短视频是当下最热的风口，热到什么程度？很多老艺术家纷纷投入其中，比如潘长江、冯巩、陈佩斯等等。而郭冬临也同样开启了短视频模式，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艺人都能成功的，弄不好就会晚节不保。比如最知名的潘长江，从带货开始，他就从老艺术家潘老师变成了潘子，而且还被网友群嘲，还有很多艺人拍摄的段子还不如素人网红，但是郭冬临却硬生生走了出来，凭借精致的场景、搞笑的段子跟包袱，配上郭冬临精湛的表演技巧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郭冬临的账号就累计了上千万粉丝。虽然事业顺风顺水，但是郭冬临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公众人物的表率作用。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郭冬临提倡让大家安心待在家里，同时也做出视频停更的决定。可是很多网友却质疑郭冬临只知道做表面功夫，不肯捐款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无奈之下，郭冬临晒出了捐款凭证。原来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郭冬临就捐了20万。郭冬临回复网友的时候说，相信我，冬临是知道羞耻的人，大难面前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拎得清，是郭冬临的特点。而这个特点跟他早年的经历分不开。郭冬临出生在艺术之家，父亲是快书表演者，母亲是评书艺人，本来家庭条件很不错，但是因为叔叔的原因，郭冬临的父母双双下岗，为了养活3个儿子，搞文艺的郭父干起了拉车送货的工作。然而祸不单行，郭父在拉车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腿，眼看家里没了生活来源，郭母带着郭冬临去济南卖艺，没钱买火车票，他们就坐拉煤车。大冬天，郭冬临被冻得眼泪鼻涕一起流，郭母就在煤中间掏了洞，将郭冬临放在里面取暖。虽然那时候的郭冬临经常忍饥挨饿，但是他的表演基本功越来越扎实，为以后的表演打下基础。后来郭冬临的父母回到原单位上班，这段艰辛的日子才算结束。高中毕业后，郭冬临也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，毕业后他又考入人艺，成为一名话剧演员。随后郭冬临受到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影响，开始表演小品，但是一直不温不火。直到1993年，郭冬临凭借市场速写登上春晚，虽然只是一个配角，但是让郭冬临看到了希望。1995年，郭冬临凭借有事您说话一炮而红。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在彩排的路上，郭冬临遭遇车祸，出现了脑震荡。即使如此，郭冬临依旧坚持彩排，这样的敬业精神让郭冬临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自此之后，郭冬临成为春晚的常客，尤其是郭冬临跟冯巩的旧曲新歌深受观众喜爱。不夸张地说，郭冬临达到了人生巅峰。但是此后，郭冬临淡出春晚的舞台，有人说他过时了，也有人说他不搞笑了。不管事实如何，郭冬临曾经带给了我们太多的快乐，这就足够了。